首杀俄战机 F-16击落苏34，红军村之战，俄军伤亡已超60万。美国警告伊朗，如果袭击以色列，将会发生严重后果。内塔尼亚胡要求联合国从黎巴嫩撤军。朝鲜部队集结边境，称已经做好射击准备。大战前兆，非洲多地爆发军事冲突。美军新飞机配备在太空机动能力，下场战争是否会在太空打响？马斯克星舰 IFT-5成功完成测试，人类步入探索太空新时代。10月12号，一架苏34战机在执行任务时被击落，导致2名飞行员遇难。这一事件最初是由俄军的频道 Fighter Bomber 报道的。随后，据称由俄空降兵部队军官和俄罗斯第聂伯部队集团的电报群也确认了这一消息，并且指出击落苏34的是乌克兰的 F-16战机。战争研究所也确认了苏34战机被击落的消息，但同样无法确认是否是乌军 F-16战机所为。然而，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据报道，当时这架苏34正在距离前线约50公里处投掷 FAB 滑翔炸弹时，这一事件如果得到证实，将标志着俄军战机首次被西方合作伙伴向乌克兰提供的 F-16给击落了。从理论上分析F-16击落苏34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因为 F-16本就是为空战而设计的，以其高机动性而闻名，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强调中低空跨音速机动性能和远程作战能力。相比于苏34 ，F-16推重比较高，翼载荷低，这使得它在空战中非常灵活。而苏34转为地面攻击而设计，更大的体型带来了更大的攻击能力。其机身有12枚挂点，采用3翼面设计，提供更多的升力，有利于低空飞行中的稳定性。尽管最大飞行速度为 1.8 马赫，略低于 F-16。但在重载状态下速度会更低，因为它更侧重于对地攻击而非空中格斗。之前大兵报道过，乌军获得的 F-16并不是原版的，从美国获得了一套先进的电子战系统。美军电子战军官曾表示，这套电子战系统可以让 F-16在俄军雷达面前实现隐身。而且苏34装备的 V004 雷达针对小雷达横截面地面目标的探测距离为150到200公里。但却对战斗机大小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仅为120公里。不说面对最新型的 F-16AN APG-83 雷达，就算是面对旧型号的 AN APG-68，苏34和 F-16之间依然存在着30公里的差距。更别说在实战时，双方都会开启电子战干扰，芯片性能更弱的俄罗斯飞机会进一步的被拉开优势。同时，瑞典向乌克兰提供了2架萨博430 AEWC 空中预警和控制飞机，探测距离可达500公里，配备 Link 16系统，可以和 F-16战机进行通信。在探测和防御的双重碾压下， F-16不击落俄战机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虽然有消息称苏34战机可能是由于技术故障或者人为失误而坠毁，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乌军先进战机的增多，乌克兰正在逐步夺回制空权，俄军在空中的优势正面临挑战。在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和军事损失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据五角大楼官员的最新声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超过了60万人。五角大楼认为，这一数据证明了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损失和其收益不成比例。从夏季以来，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一定进展，包括向波克罗夫斯克市的稳步推进。该市位于多条道路的中心，对于人员和设备的运输至关重要。然而，随着俄军的逼近，乌克兰的防线也更加坚固，这就导致其付出的成本水涨船高。据报道，今年9月是整个俄乌战争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指出，仅在战争的第1年，俄罗斯的损失就超过了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在所有军事冲突中的损失总和。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是顶住了如此之大的损失和消耗，
但五角大楼预计，俄罗斯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能依靠逐步蚕食来缓慢地扩展其在乌克兰的占领区。在这期间，俄罗斯仍要付出高昂的人口代价。此外，俄黑海舰队的32艘舰艇以及战前2/3的坦克库存，也在战争中被摧毁或者损坏，迫使着克林姆林宫动用苏联时代的军事装备进行改造并投入战争。相比于10年之前的俄罗斯，现在的俄罗斯对于北约来说已经大大的被去军事化了。近日，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伊朗似乎正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攻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都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没有具体的证据，该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对其情报是充满了信心，并正积极协助以色列加强防御准备。此前，以色列宣布对真主党进行有限的地面行动，这标志着地区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在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军方已经要求近20个黎巴嫩边境社区的以色列居民撤离了。美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了海军舰艇和飞机，包括地中海的3艘驱逐舰和阿曼湾的1艘航空母舰，以及遍布地区的战斗机，用于防备可能的导弹袭击。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并未暗示他们会发动任何袭击，但美防长奥斯汀已经命令林肯号航母留在该地区。同时，五角大楼宣布将增派更多的空军战斗机中队前往中东。随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进行突袭，以及以色列正在征召数千名预备役士兵在北部边境服役，这些行动表明，以色列正在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准备。10月13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行动持续升级，地面部队至少有4个师规模的兵力向该地区推进。随着空袭强度增加，真主党遭受重大伤亡，以色列军队开始逐个进攻，系统地清除真主党的地道和据点。目前，真主党的抵抗力量已经削弱至零星状态，无法对以色列构成有效威胁。目前，其领导层几乎完全被摧毁。通讯系统也已经失能，其短程和中程导弹的数量也减少至原来的1/3，形势对真主党是极为不利的。可以说，就算以色列不进行地面行动，真主党也无力再战了。但以色列显然更希望斩草除根。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访问黎巴嫩南部时表示，以色列将彻底消灭前线的真主党军事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不会再次建立。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拥有人质，而真主党则没有，但他们利用联黎部队作为人盾。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存在已经有46年了，自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生效以来的18年里，未能执行相关决议。真主党在此期间不断壮大，联黎部队也未能帮助黎巴嫩政府军控制南部地区。现在，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又成为了以色列地面行动的拦路石。10月1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他已经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联黎部队从黎巴嫩南部撤退，否则他们将成为真主党的人质。内塔尼亚胡强调，联黎部队的不撤离将危及他们的生命。尽管以色列多次要求，但联黎部队一直拒绝撤离。面对以色列的持续压力，联黎部队似乎也没有太多选择，但他们也无法主动行动，因为作为联黎部队大脑的联合国安理会现在已经失能。10月13号，以色列军队北方司令部司令乌里戈尔丁和其他高级指挥官对黎巴嫩南部的局势进行了评估，并批准了在该地区执行进一步作战计划。以色列的决心使得联黎部队的选择变得有限，而真主党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然而，如果联黎部队没有撤退，以色列是否真的会向联合国部队开火，还是一个未知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10月12号发出严厉警告，声称如果韩国无人机再次侵犯朝鲜领空，朝鲜将采取强有力的报复应对行动。此番言论是针对韩国无人机在朝鲜首都平壤上空散发反朝宣传端的事件。朝鲜外务省此前发表声明，谴责韩国在10月3号、9号和10号使用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上空的行为，并称这是绝对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原谅的重大挑衅。对此，韩国国防部表示，
朝鲜的挑衅行为是企图恐吓韩国国民，如果朝鲜的行为对韩国国民安全造成危害，朝鲜政权将面临终结。韩国国防部还指出，朝鲜至今已经侵犯过韩国领空10余次，包括2015年8月、2016年1月、2017年6月、2022年12月的事件，其中一架朝鲜无人机还在2022年12月进入首尔龙山总统府一带的禁飞区。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在10月13号表示，由于韩国对朝鲜首都平壤的挑衅行为，军事紧张事态一触即发。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经向前线部队下达射击准备的指示，要求做好全面射击准备，以应对可能的进一步挑衅。在这一紧张局势下，韩国国防部长金显龙表示，韩国军方没有向朝鲜发射无人机，目前还不清楚该事件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同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需要确认无人机是否为韩国民间团体发射。根据军事力量对比，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韩国的经济实力、现代化武器装备、高科技战争手段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韩国拥有现代化的军队，包括先进的 F-15-16战斗机和 F-35隐身战斗机，以及装备有宙斯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2栖攻击舰和 AIP 潜艇等先进装备。虽然朝鲜在军队规模上占有优势，拥有庞大的陆军和一定的导弹能力，包括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但其常规作战能力极其低下，绝大多数军队为工兵，并非职业的战斗部队。同时，其部队还面临着装备低下、训练不足、营养严重匮乏等问题。如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日的膳食标准，韩国70%的人口都生活在饥饿中，其中甚至包括了军队。因此，可以判定，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朝鲜在常规战争中几乎无法和韩国对抗。但朝鲜手中掌握着发达的导弹技术，甚至包括核武器，这必定会导致韩国投鼠忌器。和俄罗斯不同，朝鲜拥有更为稳固的权力机构，因此，如果金将军决定发动核打击，其阻力无限趋近于零。虽然韩国拥有宙斯盾等先进反导系统，但在反弹道导弹最重要的中段反导领域还处于空白阶段。因此，韩国想要防御核打击，只能依靠先进的空军将导弹击毁在发射井中。但朝鲜地形复杂，其核设施更是身处地下，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所以综合来看呢，虽然韩国在军力上是全面领先，但在种种因素下，朝鲜半岛现在依旧保持着微妙的军事平衡。如果没有外力干预，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低。9月26号，刚果金武装力量及其盟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个卢旺达叛军组织发起了进攻。这一行动旨在推动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以结束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冲突。从2021年以来，卢旺达开始支持刚果民主力量对抗刚果军队。同时，在刚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在西北部的阿姆哈拉地区，对被称为法诺的民族主义叛乱分子展开了反攻。之前，法诺在该地区对埃塞俄比亚军队发动攻击，控制该地区的关键交通线路，以削弱政府进入阿姆哈拉地区的能力。同时，在非洲东部的索马里、西部的多哥、马里等国家均发生了地区性的军事冲突。虽然非洲一直处在混乱状态，但多国同时爆发军事冲突是较为罕见的，这可能是由于近期非洲局势的变化所致。去年年底，美国开始从非洲部分地区撤军，而俄罗斯国防部以及瓦格纳残余势力随之便取代了美军的地位。美国太空军的 X-37B 太空飞机在执行了为期10个月的秘密任务后，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机动能力测试。从2010年起，这艘波音公司制造的航天器一直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宇航局技术测试的平台。其目前的任务是测试未来空间领域的感知技术。尽管任务的许多细节仍然是机密，但太空军在最近的一份新闻稿中罕见地透露了 X-37B 的最新动态，表明该航天飞机即将进行所谓的空气制动机动。空气制动技术
虽然对 X-37B 来说是新尝试，但 NASA 和其他航天机构已经使用多年。这项技术利用地球大气的阻力，通过一系列通道来减少航天器的速度，从而改变其轨道。如果成功 ，X-37B 将能够以极小的燃料消耗实现轨道变化。这一测试的亮点呢，在于现有的大多数航天器被设计为始终保持在特定的轨道位置。而 X-37B 的新机动能力预示着未来卫星能够更灵活地避开威胁，或者接近其他太空物体。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强调 ，X-37B 的新机动能力对太空军未来如何适应太空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波音公司太空任务系统公司副总裁米歇尔·帕克也指出，这样的测试对未来的太空运营至关重要。X-37B 的演示将再次证明这款测试飞行器在创新方面的步伐。太空军没有提供它预计返回地球的具体时间，但这次任务的成功将为未来的太空行动提供宝贵的数据和经验。10月13号 ，SpaceX 星舰 IFT-5测试完成。这次测试的目标呢，是尝试用机械臂捕捉火箭助推器，而该测试的成功标志着过往航天系的一次性使用方法，宇宙航行的价格将会被大幅度降低。这次参与测试的 Starship 火箭高度为119米，直径9米，整体满载重量为接近4800吨，完全采用了液态氧与液态甲烷做燃料。火箭由2段组合而成，分别是火箭顶部代号为 S30 的 Starship 飞船和3具猛禽引擎改良版和3具猛禽真空型引擎提供动力，以及代号为 Boster 12的第1级 Super Heavy 超级重型火箭助推器。这颗火箭呢，配备了33具猛禽改良版引擎，每一颗猛禽改良版大约能产生230吨的推力。这次实验的目标就是用机械臂夹住发射成功后回到地面的超级重型火箭助推器。在尝试回收和捕捉超级重型火箭助推器之前，必须要先完成数千项不同的火箭载具和发射台系统的认证检查。这些检查呢，需要由火箭助推器的计算机以及发射塔的计算机先行确认，随后任务飞行指挥官将接管进行手动控制。如果未能在助推器末端降落燃烧完成前发送确认捕获命令，或者计算机自动检测检查显示火箭或发射塔存在不可接受的状况，助推器将按照预设程序在墨西哥湾降落。但幸运的是，这次测试直接成功了。由于在上一次飞行中 Starship 4号机的不锈钢襟翼被直接烧穿了，因此在第5次飞行前的关键升级之一是对隔热系统进行彻底改造。SpaceX 的技术团队花费了超过12000小时，采用了新一代隔热瓷砖，并为火箭舰体增加了备用烧蚀层。这意味着即使瓷砖脱落或者破损，仍然有结构层可以保护火箭。烧蚀防护在火箭应用中非常常见。当遇到极端高温时，壳体厚度会逐渐减少，壳体碎屑会带走一定量的热量，以防止整枚火箭直接烧毁。此外，襟翼结构之间的附加保护增强，以及整个热防护系统的更换，加上对飞船操作和载入着陆燃烧软件的更新，终于是促成了这次可能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的实验。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人类殖民太空就不再是梦想了。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